嗨，大家好，我是 Celine。你有聽過貝里斯大藍洞嗎？可能有，但你知道貝里斯除了大藍洞之外，還有全世界第2大堡礁，一天的浮潛行程就能看到鯊魚、海龜、海牛、魚群跟魟魚嗎？貝里斯的下半集，我來到知名的外島 Caye Caulker， 看看這個僅次於澳洲大堡礁的貝里斯大堡礁有多厲害。最後再去到一個非常 local 的湖邊村落，尋找一位國家地理探險家，也是貝里斯人公認的海洋英雄 Manatee Man。這支影片我想帶你們認識不一樣的貝里斯，請大家一定要看完哦。在今天出海潛水之前呢，先來島上最名的早餐店，对，這一間叫做 Ice and Beans， 然後是直接面對海邊的，然後整間店是很可愛的黃色。在這種小島上能夠喝到好喝的拿鐵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然後我點了一個 Smoothie Bowl， 等一下要吃個早餐之後呢，要去潛水了，來參加島上非常非常有名的浮潛行程。因為聽說這邊的浮潛呢，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東西，有鯊魚，有魟魚，然後也有很大機會看到海牛。你在路上看到的每一間 tour 幾乎都會有 snorkeling tour。對，但是我其實一直以來我有點怕這種路上找的 tour， 品質會有點不一之外，我發現在貝里斯的這個區域這個範圍，就是大家對於餵食海洋生物這件事情算是蠻習慣的。這件事情一直以來在各個觀光區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事情嘛。然後我是請朋友幫忙問到的這一間呢，他們是說他們是不餵食的 Caye Caulker Reef Friendly Tour。我覺得參加這種海洋活動呢，就是這個業者對於海洋的理念要跟你是相同的，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今天就選擇跟他們一起出去，再跟大家分享，如果不餵食的話，到底遇不遇得到這些生物。在貝里斯的最後一天出海，希望可以遇到海牛。再把它搭的船差不多，再更大一些。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I've been tour guiding for the past 35 years of my life, so please ask any question you want to know. I got answer for you, okay? Okay. Let's do it. Let's go. 這個船長就是說他也不喜歡餵魚，他覺得對海洋生態不好。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船長。有時候我們是真的很需要在賺錢跟保護生態中取得一個平衡，所以我很希望就是今天這位船長可以成功的帶我看到很多的海洋生物，那我就會真的很真心的推薦他給你。现在看到的呢是一個貨櫃之類的，對，然後現在裡面就是長了珊瑚，然後剛潛下去看有一些魚，它真的是一個很好玩的海域哎。下水應該不到1個小時，半小時左右。護士鯊、巨大海龜、stingray、龍蝦，超多魚，全都在3米內，超扯。船長跟我說呢，因為大部分的船來到這邊，就像他們這樣子，都只會待在船的附近，他們都在餵鯊魚。他們不會離開這邊，就不會去我們剛剛有到那個漂亮珊瑚的地方，看到 stingray， 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但是只有我們這艘船，就是有游上但是也沒有很遠哦，就大概50米、100米而已。
非常開心。很多人對於貝里斯，可能大家都只知道藍洞，但是貝里斯其實有全世界第2大的貝里斯大堡礁，就是僅次於澳洲大堡礁，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珊瑚的生態系統。对，然後刚剛船長就是有特別跟我們講說，這裡就是還算保存的還蠻好的，就是請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小心对待這些珊瑚。剛在底下浮潛的時候啊，其實就覺得下面那些海草非常的眼熟，它跟那個如更吃的東西是一樣的，同一種海草，所以這一整片其實全都是海牛的覓食的地方。這是什麼？一個心想事成的願望 ？Manatee 就在前面，水面上那個亮亮的，那就是海牛，就在這裡。Never felt so lost and left behind. Your head, lights glow on your heavy mind. Shining on the road and now you're blind. You can hope to stretch ahead a silver line. And when you return, 這個 snorkeling CP 值超高，就在我們上去的最後一前，一只海牛。躺在那，大家來這邊一定要浮潛。在今天之前呢，我一直都以為貝里斯是一個就是你是要會潛水的人才來的地方，但是今天之後，我可以告訴你們，任何人都可以來。像我同船那些人，其實他們都不會自由潛水，他們還是玩得非常開心。而且我们今天這個 tour 啊是$90，幾乎是水肺潛水的半價，非常非常的滿足。我會把他這間店的連結貼在資訊欄，我覺得非常的優秀。他剛剛其實跟我們講了很多，就是比方說他選擇的引擎啊，然後他選擇停船的地方，都有注意到不要破壞這片海域的生態，因為他覺得這個是貝里斯人可以賺錢的一個區域，不應該對他這麼壞。所以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船長。这有一些可愛的編織的小海龜哦，這個其實很可愛耶。它這邊賣東西的風格呢，就是長這樣子，比東南亞會再花一點，然後會有七彩的吊床。Tikaka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slogan 叫做 Go Slow， 就是這邊的一切都很慢很慢。島上其實就是主要就是腳踏車跟這種高爾夫球車，這裡你不會聽到任何一聲喇叭的聲音，確實是會給人一種想要放慢下來的感覺。這個是貝里斯這邊很常見的一種貝類，所以他們都會各種拿來裝飾他們的東西。這棵樹，他直接拿這個蛙鞋來裝飾，而且我跟你說，這裡當地人都對你很友善，就是很開心，然後很歡迎你來到他的國家的那種感覺。Hello. Keep your hands like this. Yeah, straight. No, straight. Straight. Yeah. I think they're full. Yeah. Maybe too many people feed them already. They don't want to jump now. No, they probably don't full or it's out. Follow 5-star Jenna music. Come to Taiwan. I'm gonna go sing in Taiwan. 5-star Jenna. Okay. Alright, guys, bye. 他們今天不跳，吃飽了。我一定是被什麼神秘力量給眷顧了。除了得到很美夕陽之外呢，我剛發現我差一點要訂的那個 Sunset Cruise 啊，就在那邊。你會在船上的角度看夕陽，那個 Sunset Cruise 好像要$60吧。但是我其實跟他們在差不多位置然後這裡只有一個人，免費。好棒！大家真的要就是多嘗試自己到處走一走。它這裡也有一個沙灘，會有紅魚出現呢。這邊呢就是長期有 Stingray 出現，所以在 Google Map 上又叫做 Stingray Beach。什麼意思？甚至連那個馬爾地夫的都不會那麼親人，這邊的很乖。突然
這邊呢，如果你是7月到2月之間來的話，就是他們的龍蝦季，所以龍蝦超多，然後超好吃。我今天沒有吃，是因為我昨天的中午跟晚餐都已經吃龍蝦了，所以我今天想說吃一點別的。大家早安，現在是我在那個貝里斯的最後一個整天。我現在在的這個湖的這一區呢，叫做 Grosse Pointe， 其實是整個貝里斯最古老的村莊之一。地位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像我們台灣可能深山裡面的原住民的部落。帶你們開箱一下我住的 Josie's Restaurant。然後這一次會選這一間住宿呢，是憑着一個直覺。Airbnb 上面寫就是他們是一對夫妻，老闆是美國人，然後老婆是當地人，他們正在過着他們的 dream life， 就是在自己的 village 開一間餐廳，然後接待旅客，分享很多文化，然後 review 也很好，所以我就來了。這裡是我們的餐廳區，早上就是在這裡吃早餐的。這邊呢就是整個房子的庭院。我2個朋友是住在這個大帳篷裡面。好，給你們快速看一下房間。OK， 這邊有一區蠻大的平台，我現在丟滿了我的器材電腦，然後這裡有充電區，這裡是我的半開放式的衛浴空間。這空間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還是算是偏簡陋，可是我覺得以這種就是真的很 local 的村莊裡，算是布置得非常好、非常舒服的，我自己很喜歡。這個聽說是貝里斯的油條，還不錯哎。可是通常它有時候甜甜的，其他就是季節水果，現在是芒果季，然後炒蛋。這邊有一群美國人呢，他們在幫這邊的人蓋房子。剛剛有跟他們教會的負責人聊天，他說他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village， 所以他每年都回來。我跟他們說這是我在貝里斯的最後一天，然後他們都說哇，你做了很棒的選擇。我來到一個正在施工中的地方，這個地方其實很特別，它是未來的 Marine Life Rescue Center， 這是一個專門拿來救援跟保育海洋生物的中心，可能是走失的啊，或者是受傷的，把他們救援起來，然后醫治好之後再放回海洋中。然后后面這個正在飛空拍的男子，就是負責這個項目的人，他叫做Jomo。對，然後這個村莊裡的人呢，就是很多人都叫他 Manatee Man。對於海洋生物的保育，尤其是海牛，就是做了很多的貢獻。這個村子裡面的人是很尊敬，就是這位 Jomo 的。然後因為我這個朋友 Nick 啊，他就是有在做環境保育相關的工作，所以我們這次有聯絡到他，想說有機會可以來跟他聊一聊這裡的海牛。This is where everything started for me. This is how I got involved in manatee conservation. Right in the very same village, its name is Lake Manatee. Yeah. This area have one of the healthiest manatee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 How many manatee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between 60 to 70 manatees estimate. But it's not just a rescue center. It's really a place of dreams, a place of hope, a place of inspiration. Not just for visitors, but we're also tak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come in to actually gain hands-on experience. Yeah, there's a school right there, exactly. Perfect place. That way we're 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nservationists. Right now you're seeing concrete walls, but the vision is when you walk into the center, it's kind of like you walking through mangrove or walking through seagrass and really make you feel like they literally are in that marine spac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likes these things, but they fear boats, so they don't know to swim. Yes. They never get to experience that. A lot of Taiwanese are like that. So my vision is to bring that to thos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lso have a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the marine life. 這個國家級的保育中心其實全名叫做 Belize Marine Rescue and Education Center。教育對Jomo來說比起救援來得更重要。他想讓家鄉的人知道 Grosse Pointe 這個加勒比海區域海牛密度最高的地方有多特別。在這個展館中，他們會教導孩子跟遊客認識海洋，教導漁民們不要撞到海牛，舉辦工作坊、講座、導覽來提升社區意識，因為有很多傷害確實是人類無意中造成的。
中心也會進行很多研究來保護整個族群，包含了追蹤定位、健康檢查、棲息地的研究。我聽着聽着，真的好期待它完工的一天。看着九夢閃閃發光的眼神，我知道他比我還要更加期待。而且跟你們說，其實我拍訪問的時候已經是快1年前，現在已經多了很多進度嘍。This is meant to be the surgical suite. So you'd be able to see a turtle on the table or a manatee being assessed. So the animal which can be rescued will correct. be here, and I can see. You can see as a there's visitor, correct. Here. Everything has to be a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Yes. Nothing hidden, no behind the scenes.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大家没有看过这些动物受傷，都觉得这些東西没有發生。And if you note, all these buildings are designed in a way to allow for natural lighting and a free flow of. You can't preach climate, you can't preach being green and not practice it. The long-term goal is to have the facility run completely full of solar. We want to leave the smallest footprint ever to become one of Belize's first real true green operation. Primary goal is to rescue, rehab, release, educate, and inspire. Touching. Where does this idea come from? When I was 11 years old, I saw this weird-looking boat guy by Salesman on TV Research. He had a huge tower and the engine was in the front, and I was fascinated by the boat. It's like you see a cool truck. And then my cousins and I would start playing Manatee Rescue on my grandma's lawn. We fight to see who get to be the doctor, fight to see who get to drive the boat, and eventually my interest outgrew my grandma's lawn, and I wanted more. I walked down to the Manatee Lodge actually, where the research team was staying, and I approached the guy who's actually my boss still today. I approached him and I said, I want to come out with you guys. And he looked at me and he shocked for a second and he said, you're too small. How old were you? I was 11 years old. 11? Yeah. And you told the research center, say, I want to come join. Out, yeah. I made a very disappointed, I'm about to cry face, and he said, let's go. And I saw things I never knew. Finding out that these animals were endangered was what moved me the most. The feeling of helpless, the feel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express yourself. I wanted to be a voice for that species because I truly believe that not because they can speak doesn't mean that they don't have something to say. Yeah. My boss took a chance at an 11-year-old kid. Never knew that this would have been the case, but he provided an avenue for me. And I said, okay, I'm done, I want to work. And he said, no, you need to do a bachelor's degree. And I said, this is too much. I've gone from a community that is considered a poor, impoverished community to now having a master'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e inspired me, he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me. So my goal now is to reach back and hold somebody else up and offer the opportunity to not just one person, but to Wow. 有点震撼到不知道该说什么. So this place will be finished in this end of this year? End of this year is projected to be completed. This is our life dreams. You gave me another reason to come back. You have to come back to see them. I saw a manatee yesterday in the ocean. See? Yeah. How was that? Ho-Chunk Marine Reserve. In the beginning, I thought the manatee is sleeping, but it's not. It's just chilling. Yeah, that's what they are there. There's some of the most. My audience will really appreciate you too. Like my audience, we all love ocean. 前面都在跟尼克说我会回来，因为有点半说不确定。但是现在听完之后，尤其他讲的那么有画面的时候，对，你会想要看到他真正成型。我真的很想要看他真正成型，然后真的来这里做海牛志工。如果你對這個 project 有興趣的話，就是真的可以私訊我。我覺得我高幾率會來，但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是有上那個國家地理頻道，在就是講解海牛這些東西的，所以是真的非常榮幸可以跟他見上一面，然後聽他跟我講這個他的理念，找到了一個理由，一定要回來的感覺很奇妙。非常突然的行程，就是我又要來編頭髮了。這就是跟我在那時候菲特做的不一樣，他是幫我編我的真髮。家裡出現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嗎？他編超快，大概現在才半小時，頭髮已經快編完了。哇，我現在覺得我頭好光，看起來有點不習慣。我上次做的時候啊，是他有幫我加那個假的頭髮，就是所以我看起來頭髮會很厚，但是現在全部弄起來雖然很涼，可是我現在很像光頭。那個是什麼遊戲？
他們叫長路跑。所以是你是连線了就贏了嗎？有點像 bingo 那樣子。對對對。有贏錢嗎？沒有，都輸掉。全輸，你很爛呢。我手上不是有很多這種手環嗎？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制作現場，然後這個就是 Coco 的做的。我其實已經很少買這些就是手鏈这種東西了，但是它就在我面前做，我覺得是有緣分啦。我一開始其實是抱着一個不確定的心情進來，因為我前面上一站在那個墨西哥坎昆嘛，我有問一些潛水教練，他們覺得貝里斯如何，然後我得到的回答一致，都一樣哦，都是說太貴跟還好。再次證明了，我覺得這個世界你真的要用雙眼看，因為每個人的你知道 standard 是不一樣的。但我反而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元，很適合喜歡玩水的人來的地方。潛水就1天就好，其他時間你可以搭飛機去看蓝洞，然後你可以 snorkeling 去看海牛，你可以单純就是在島上耍廢、喝酒、吃龍蝦，龍蝦超級好吃。可以找一點時間來這種湖邊度假，住在當地人的村落，這邊超 friendly。如果那個海牛的 rescue 中心做好了，你可以去看看。而且我跟你說，我還沒有玩完，這一次我也很可惜沒有時間可以去到貝里斯的西邊，那邊是有山、有瀑布、有很棒的瑪雅文化，然後你還可以在這邊露營，還可以看美洲豹。我5天這一次是完完全全的不夠的，但是要有一點心理準備，是這裡的物價我覺得還是很高。謝謝大家看完我的貝里斯的影片，我深深的相信着我很快會再回到這塊土地，這裡真的是太神奇。影片底下你可以告訴我，中南美洲你對於什麼國家有興趣，我可以看看能不能安排在下次的行程裡面。那最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喜歡影片的話幫我一個喜歡，然後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說你喜歡潛水、喜歡旅行的朋友，然後記得訂閱不只是旅行，才不會錯過更多好看的旅遊影片哦。啊，你為什麼一直蹭我啊？拜拜。結果 Could you please move, you ask? 現在呢，決定先出來在鎮上走一走。結果民宿的狗狗1號、2號，他們一直跟着我準備要跟這個島說拜拜了。我其實一直沒有拍到我這次在 Kikaker 住的住宿，但是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然後像我現在騎的這個腳踏車啊，就是也是他們免費提供的。然後但是我在 Booking.com 上面看蠻久了，算是我覺得整個島上 CP 值算是非常非常高的選擇，再貼給你們。是我這次住的 Jogger Morning。